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武帝元朔元年。武帝的年号6年一换，建元年号用了6年，元光年号用了6年，现在是第3个6年期的开始。新的年号为什么叫元朔？注释家们各执一词，大约以清朝学者王先谦的解释最有说服力。说在这一时段里武帝开疆拓土有了新成果，在北方新设了朔方郡。为了纪念这件大事，所以年号定为元朔。元朔元年冬11月，武帝下诏说以前屡屡颁布求贤令，可是到今天为止，竟然还会有偌大一个郡却连一个人才都推荐不出来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郡太守没有尽职尽责呢？针对这个现象，必须制定处罚细则才行。于是有关部门奏报说，郡太守如果再有这样的，就论罪免职好了。要理解这个政策，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12年前的建元元年。那时候董仲舒建议各地定期举荐人才，建议虽然被采纳了，但落实的情况显然并不太好，所以才会有2年前公孙弘被当地政府第2次推荐进京的事情。按说公孙弘既然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直了，地方官但凡还在意自己的前程，无论如何都不会推荐他第2次了。也亏得公孙弘自我调节能力强，天生就是一条变色龙，吃一堑就能长一智，偏偏运气又好，不然的话就只能重蹈覆辙了。当年12月，江都王刘飞过世。刘飞和武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同一时段里，妹子夫生下了皇子刘据。武帝即位已经13年了，终于有了第1个儿子。刘据到底在哪一年降生？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说法。司马光在《通鉴考异》当中去伪存真，依据《汉书外戚传》把刘据的生年确定在元朔元年。同样根据《汉书外戚传》，在刘据之前，卫子夫还给武帝生过3个女儿，如今终于诞下男婴，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日出了。妹子夫终于受封皇后。有了这样的喜事，照例大赦天下。但武帝看来格外开心，在大赦之外又出台了一项惠民政策。景帝后3年以来，百姓拖欠政府的税款债务和没追究完的诉讼一概免除。值得注意的是，冬11月关于推荐人才的诏书里引用了时事之义必有忠信，3人并行，绝有我师，这是《论语》里边的话。准3月，李皇后的诏书里引用《易经》里的通其变，使民不倦。2份诏书内容都不长，这样高比例的引述儒家经典，无疑向天下传递出一种很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信号。当年秋天，匈奴2万人入汉，杀辽西太守，掳掠2000多人口，又围攻韩安国的营垒，攻入渔阳、雁门2郡，各杀掠1000多人。韩安国率军东迁，驻军右北平郡。几月后，韩安国病逝，武帝再次启用李广，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非将军，刻意躲着他，几年时间都不敢侵犯右北平郡。车骑将军卫青统帅3万骑兵出雁门郡，将军李希出代郡，卫青斩首数千人。资治通鉴这段记载时间线有点梳理不清，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其实关乎武帝一朝3大名将的命运浮沉，特别令人唏嘘感叹。卫青的遭遇，我们不妨跟着资治通鉴的时间线放到下一年再说，这里重点看看韩安国和李广。上一年的秋天，匈奴入寇渔阳郡，形势危机。武帝以时任内卫的韩安国为裁官将军，屯兵渔阳。在《史记·韩长儒列传》的记载里，这件事发生在匈奴杀辽西太守卫青出雁门郡，对匈奴实施报复性打击之后，韩安国抓到了匈奴俘虏，得到的情报是，匈奴这一次撤军是真的远走高飞，短时间内不会再来骚扰汉帝国边郡了。所以韩国向武帝上书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就别搞军屯了，借这个喘息之机好好的抓抓农业生产吧。万没想到，军屯才停了1个多月，匈奴就再一次大举入侵上古郡和渔阳郡了。
韩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营垒当中只有700多人，贸然出营接战的话，显然打不过匈奴，只好撤回营垒，专心防御，眼睁睁看着匈奴掳掠了大批人口和牲畜。武帝得到战报，怒不可遏，派使者专门骂了韩安国一通，又把韩安国支到了渔阳郡东边的右北平郡，因为当时有匈奴俘虏说，匈奴人即将进犯汉帝国的东部边郡。韩安国一代风云人物，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一战成名，终于晋升于中央决策核心，但他毕竟是景帝朝的老臣了，在武帝一朝逐渐失宠，从权力核心被发到了远方边郡，看着年轻人卫青迅速崛起，心里越发不是滋味。渔阳战败之后，韩国虽然羞愧，但还是期待着可以免去卖放的差事回到长安，没想到被支到更加偏远的右北平郡去了，心里实在憋屈得很，最后呕血而死，到底意难平。韩国一死，右北平太守的岗位有了空缺，急需有人填补。就这样，已经被贬为庶人的李广一跃而升任2000石的郡守。这就是当时的特色，一个人只要工作能力出色，给上级领导或者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哪怕一时犯了罪，丢了官，沦为平民百姓，甚至阶下囚都没有关系，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被迅速启用，死灰随时可能复燃。再看李广，依照《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说法，官事之役以后，李广论罪当斩，赎为庶人，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的闲居生活。但这显然和《资治通鉴》的时间线不合拍，不过我们就不求甚解好了。李广虽然沦为平头百姓，但过去的社交圈还在，经常和以宁侯灌婴的孙儿灌强在终南山中打猎。某天夜里，李广和一名随从买出回来，经过霸陵亭，霸陵廷尉刚好喝醉了酒，呵斥李广不许他们过路。随从解释说，这位是前任李将军，没想到廷尉毫不通融，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呢？李广没办法，只能在霸陵廷尉的喝令之中留宿在霸陵厅巷。没过多久，韩安国过世，武帝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趁机申请让霸陵廷尉跟自己一道赴任，到了任所就把廷尉杀了。这一段内容从侧面说明了当时长安城存在宵禁制度，不仅城内宵禁，就连郊区也一样实行宵禁。当然，这段内容在后世引发共鸣，人们直观感受到的主要是霸陵廷尉的小人嘴脸，明明只是个基层公务员，却拿着鸡毛当令箭，敢对李广这样的人物出言奚落。假如他只是奉公守法的话，只要好好跟李广解释一下自己不敢给任何人破例，不敢违反宵禁政策，李广没可能生出恨意，非要杀这样一个小人物不可。后人呢，也有因此嫌李广心胸狭隘的。但要知道，汉朝的时代精神就是滴水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所以司马迁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渲染李广的人生污点。霸陵廷尉奚落李广原话是：今将军尚不能夜行，何乃故也？这就留下了一个故将军的典故，也被写作旧将军。李商隐有一首绝句：云台高翳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霸陵原上列，李将军是旧枪去。诗句借李广这则典故，感叹当时的名将石雄功高倍贬。应酬类的诗歌里边也会用这则典故劝慰对方不要为一时的不遇而沮丧，再耐心等等吧。朝廷很快就会发来重新启用的诏书。苏轼写诗给好友乔旭，当时乔旭想从文职换成武职，苏轼于是在诗的结尾半开玩笑地给出祝福：老去同君两憔悴，饭夜醉归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将军，未肯先诛霸陵尉。第二年乔旭果真如愿。苏轼又写诗说：今年国起故将军，幽梦亲师信有神。那么问题来了，
霸凌廷尉，职位虽低，但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李广就能公报私仇，公然杀人不成？大安在看书《李广苏谏传》里有说，李广斩杀霸凌廷尉之后，上书向武帝谢罪。看来李广不算糊涂，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武帝的回复特别精彩，说做将军的人就该有这种敢于报仇的血性，并且怒行则千里耸，威震则万物服。如果恭恭敬敬的脱下冠，赤着脚匍匐请罪，那还像个将军的样子吗？皇帝还能指望这种软蛋将军打什么仗呢？以当时的时代观念，武帝未必就是对沉没成本想得开设得下，而是很可能真心诚意的说出来这番话的。但后人听起来就不太容易接受了。比如宋朝学者洪迈认为汉武帝有刚毅冷峻的天性，所以听说臣下有擅自杀人的，非但不怪罪，反而加以褒奖。李广擅杀霸凌廷尉事件就是一例，这个先例一开，以后擅杀的事情怎么还能管得住呢？当然，反对意见肯定也有。清朝学者姚莹实务经验丰富，认为武帝这番话深知将略。道理是这样的，根据罪行轻重判定相应的处罚，这是基层干部的事情，不是统帅的事情。古代名将即便是又能打又懂礼的郭子仪、岳飞，也是犯过法的。法律条文很细碎，武人都是粗线条的，稍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如果操练精兵，曹钦的权势教育他们应该怎么守法，这就叫不识兵情。言下之意是，谨慎守法的军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两种意见到底孰是孰非，从来都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取舍，从不可能公平和效率兼顾。好，李广的故事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下一讲再见。